男主人公大军44岁，来自黑龙江，是一位机关单位的干部；女主人公小春43岁，来自辽宁，是一位个体经营者。来，有请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哈，认识多久了？我们从初中同学时候就认识。哦，初中同学就认识。对。属于完了初恋情人吧？初恋情人是。我跟他俩初恋的时候，双方家长不同意啊。结婚，我现在加上离婚一块儿，一共19年了。您后来结婚了吗？结婚了，也是离异是吧？对。啊，那是在离婚之后，等于两个初恋情人又相碰了是吧？对。也是挺偶然的吧？08年那个时候，我自己开了个特别小的一个小服装店儿。完了也是有一天，他跟好多朋友，有5、6个哥们儿路过我门口，但是我看的这人特熟。我过去我说：“哎，你是大军吧？”他说：“哎妈，他怎么是你呢？”反正两个人那个时候感觉也挺激动的。就这么呢，我们俩聊了之后了，就是互相也就是留了电话联系方式。您那时候离婚了吗？那时候还没有。他还没有离婚。还没有。他当初认识。那您那时候是单身还是？您那时候离婚？那时候已经离婚了。我离婚比他早啊。那您的离婚跟这个人的出现有关系吗？坦诚的说。如果是任何一个人听了都是有关系啊。事实上呢？而事实上真没事儿啊。就连我儿子和我前夫都说我跟他俩关系不正常。其实真是没这么回事儿。他的离婚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是虽然说我们俩是初恋情人，但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偶然见面，只是在一起吃饭呐、聊聊天什么的。他那个老公吧，前夫吧，对他猜疑特别重。只要是我一在家，手机放兜里都不行，他都能给你找出来。他这个毛病不是1天2天，因为我记得特别严重一次事儿，就是我在老家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不是都下岗了吗？下岗之后不能跟家做13空了，我干点什么呢？我说去做保姆吧。那一天我是在人家正做事的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呢，我儿子就是有点发烧，因为我伺候那老太太是尿毒症，1个星期1、3、5突袭呢。我妈打电话那会儿我就有点着急了。那天正好他儿子也在家呢，他儿子就开车给我送回家的。他那个时候他就在家门口呢，就看到我回去，刚一下车过去，什么关系呢？我说这是人阿姨家那个儿子，孩子病了。我说你别瞎想呢。他当时你知什么做法吗？一般人都想象不到的事儿，上去就我2个嘴巴，结果他说我给他戴绿帽子都戴到家门口了。哎，我真的特别冤枉。就是说，实际看来那一段婚姻里面是有伤痛的，是吧？以前的事真都不敢想了。那您现在对你们俩这个交往之后也2年了，您现在对这个往前走是一个什么态度呢？还是希望我们俩走到一起。有什么现实困难呢？不行，现在他的思维整个是每天都想着，哎呀，你看你儿子每天给你打电话，这以前嘛，你儿子给你打电话就是长话短说，也就说完了，也就拉倒了。这天天给你打电话，你不是跟你儿子打电话，是跟你前夫打电话。等于这个也怀疑是吧？他现在也开始怀疑我。大军先生，您现在等于说对这个情感犹豫了是吧？对。他的前夫也给我发过信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俩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我们是17、18年了在一起，而且还有个孩子那么大了，早早晚晚还回到我的身边，很多我的朋友、好朋友什么的都这么劝我，说你们俩根本就不行，不可能在一起。我们采访了这个大姐的前夫我们先听一下她前夫对这个事件的一些看法，好不好？来。现在就是除了我听说跟这男的好我是有想法的，因为我们除了毕竟是10多年的夫妻了，虽然现在不在一块离了婚，但是呢，我还想重归于好。他现在这男的好不下去，好不了，没戏。我现在积极第一，我现在能改，因为现在和朋友在做点什么事情我肯定能打翻人家，对吧？你想说现在你好好想一想，我过去虽然脾气不好，我哪这个对你还不做法，对。这个男人现在你看好像对你挺好的，这玩意我肯定比他强多了，没戏他。你听他这个话，你怎么认定吧？我绝对不可能跟他在一起我绝对不可能，因为我是让他给打出来的。
他打我，你不是说没看着？你说打过我2次，打的我都给他跪下来，你看到了吧？你干嘛还不相信我呢？但是现在你是怎么做的？从今年10月份到现在，你就变了，回家次数也多了。回家次数多，就是我儿子你回家生日看老人，我不反对，回家看儿子也行。问题是现在是孩子跟你的前夫在一起生活，对吧？我拦一句哈，要是你们俩就是真的结婚了哈，孩子跟你们一起生活行吗？您愿意吗？我跟他说因为孩子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可以慢慢感化嘛，您愿意吗？如果孩子能接受我的话，我愿意。啊，好。刚才听了前夫一段采访，下面听儿子的一段采访，来我们听一下。我知道有那么一个叫大军人，然后正在追求我母亲。虽然说以前我父亲经常打我的母亲，但是我相信，如果我母亲再给我出现一次机会的话，我父亲可以改掉这个毛病，然后我们一家3口会比以前曾经更好。我希望大军叔叔不要再追求我的妈妈了，然后大军叔叔，我相信你会找到比我妈妈更适合你的人，然后希望他不要破坏我的家庭，让我们一家3口幸福下去。我跟我儿子也说过这事，我说我真的我挺喜欢这个叔叔的，你跟他俩没接触时间长就知道，我在你爸爸身上就找不到他身上这优点，他知道疼我，知道爱我，呵护我，可以说对我100依100顺，希望你能理解妈妈。但是我儿子他现在可能也是17、18岁，也是叛逆时期，可能是有些事他老较真儿。我总而言之一句话，还是希望你能回来。我说心里话，我不想回去，因为我太爱他了，我不想回去。我爱这位先生。好，好，大军兄啊，再告诉您一个信息，本来我们是想把他儿子请到现场见一见的，啊，见见您的，但是他儿子因为当兵了，啊，已经要到部队去报道了。实际就是一个成年的小伙子了，要开始自己的生活历程了。现在你考虑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老板有个儿子，却依然与女下属关系暧昧。他主动来牵我的手。不能说我们2个住在一起就是情侣关系吗？随便跟哪个女孩你都接吻吗？因为我跟他好的时候，他就有女朋友了，他没跟我说。我对他是一种纯属的一种同志关系，还可以说是一种兄妹的关系。那你干嘛要牵我的手呢？当时我都不应该出钱助你上学，懂吗？你对我没有那种想法，你干嘛要牵我的手？干嘛要抱我啊？我出钱助你上了几年学，你学的这那我想问你，对我这么好，这都是为什么呢？你这不是引起我的误会吗？现在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感觉现在都给粘上我了一样，感觉我帮过他之后都给甩不开了，我这非得讹上我这个意思啊，你懂吗？都是我自作多情，行了吧？他任何时候他都有理由。对于一个曾经自己接过吻的女人，却说她是狗皮膏药，甩不掉，这是无耻。你就是个骗子。如果我帮助他的话，是骗子，就没人帮助人了，懂吗？爱要有你才。大军先生为什么会这么激烈呀？初恋这么多年再重新相逢，的确是让我们觉得重新燃起了爱情的希望。男方大军，您没有孩子对吧？对。所以我想问一下，您觉得是您在他心目当中更重要一些，还是他的儿子更重要一些？我认为他的儿子最重要。对，但是他陪你的时间多呢，还是陪儿子的时间多一些？陪我的时间多一点。对，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你没有孩子，可能会难以去理解作为一个母亲母子情深的那种感觉。如果这一点你不能接纳的话，我个人觉得您是需要来调整自己的心态的。他毕竟有前夫，是绕不过去那个坎儿的，他是要联系的。如果你真的是在你的标准当中是接纳不了这个东西的话，你是很痛苦的。另外，我也发现你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到这个年龄，你如果还不能坚守自己想要的，再坚持一下，想一想后半生还有多少次机会。也就是说，这段爱其实是需要接受一个人的历史，才能够爱下去的。要学会去包容一些东西。既然你选择了他，要包容他的儿子，包容他以前的那个历史和前夫。大军啊，你既是个天使，又是个魔鬼。好的时候像个天使，坏的时候更胜过于他的前夫。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的前夫说的一点都没错，你没戏。
当年因为你的一个迟疑和懦弱，你害了他，害了你的前妻，害了他的前夫，害了他的孩子。你如果当年勇敢，你把握了幸福，他就不会再嫁人，你也不会再找老婆。你要真是像个爷们儿一样勇敢的去抓住这段感情，抓住这个女人，会有接下来的这一切吗？而今天，你又开始懦弱。当年因为你的迟疑懦弱，你把她拱手让人，让她找了别的男人了吗？好过了她前夫吗？今天又因为你的猜忌，你又要把她拱手让人了吗？你有没有后悔当年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为什么要20年之后的重逢来挽救这一切？当时也是听父母的话，听父母的话。那今天呢？你可以听自己的吗？可以，可以。但是我觉得你还不如他的前夫。为什么？他的前夫虽然说很多行为很恶劣，他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而且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儿子，利用自己的一切去抓住他。而你呢？你却在把他往外推。你现在叫我怎么相信他？怎么不相信呢？偷偷摸摸给打电话，但是是跟他孩子打电话，还是跟他前夫打电话？跟他前夫打电话又怎么样？不行，所有的男人不可能就是允许自己心爱的人有一点点的去怎么样。婚姻当中的忠诚是绝对的，但问题是，他不忠诚吗？他了解一下自己儿子的状况，打个电话去询问一下那种母子亲情，这一点你都不能够理解，你还谈什么以后的幸福？问题是，他不是在，要是真的跟他儿子在一起聊天，或者是打电话，行可以，但是现在不一定是在跟儿子聊天，还是跟他前夫聊天。如果你大度的跟他说没事儿，你打电话可以当着我面打，没有关系。20年前我失去了你，20年之后无论如何我都要好好的把握你。你想跟儿子联系，我都能够谅解，没有关系。你当着我的面打都没有关系。他会去逃离你吗？一个女人有了20年的过去，你也有了20年的过去，你更多的是应该是一种包容，而不是在这更多的指责。咱们像个男人行吗？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是对的。接下来的时间要留给你们自己，考虑清楚，两位可以表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是这么想的，本身我以前的婚姻就不幸福，可以说也是由他造成的。他为了他妈他不顾我，也就这么分手了。之后呢，我这么多年这苦风风雨雨都过来了，我就以为我能找到真的爱情，可是我现在我不敢想，我想可能是以后可能是更难。如果跟他结婚的话，我想我每做一件事或者每打一个电话，可能也得向他汇报。我现在认为，他要是老这么猜疑的话，还不如不跟他在一起。因为这种日子我真的过够了，过快20年了，我不想再这样下去。如果能理解我的话，我还可以和你在一起，毕竟咱俩还是有感情的，只不过就是在猜疑当中，这种生活我不愿意过。我也是这么想的，你如果要是说真的为了我的话，你不应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这是对我一种折磨我。我说心里话，真的爱你。也许我总是想着咱们初恋的时候的情节，这么多年了吧，风风雨雨走过来，始终没从我心里就是把咱们俩初恋的时候去抹掉它。但是始终就这个心里的这个结还没有解开，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以后咱们俩要在一起的生活。我真的希望你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我明白，我希望咱俩以后能过得更好，过得已经让他过了吧。来，请亮灯。我们都听明白了哈，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涂老师好像还是很激动啊，想说什么？我说大老爷们心眼特小，太小，就是没有那种担当哈。20年前的一段情延续到了今天，20年前就真的爱过吗？20年后所说的爱还是一种爱吗？他们自己去思考。来，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如果你们是小川的话，这样的男人你们嫁吗？来，请选择。
现场有40.91%的观众朋友觉得应该分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来，5、4、3、2、1，请开门。我想一定要为离开这扇门的女嘉宾鼓一下掌，找到了自己，明白了该坚持的是什么，不该坚持的是什么。至于大军先生的离开，我想只是证明了大家的一些看法，有的时候可能他真的太懦弱了，所以一个懦弱的人，当幸福在你眼前的时候